這是一台迄今性能最強的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迷你主機。半年前 FEVM 推出性能不俗的第一代 Max Plus 395迷你主機，这是全新2次開發迭代的小主機，相比第一代，性能釋放衝高到160瓦，升級了萬兆網口，有了更便宜的64G 配置，還把體積縮小到了剛好1升。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的超小迷你主機 FEVM FAEX1。这台小主機的厚度和 M2 Mac mini 接近，小主機的正面要小於 M2 Mac mini， 而它的接口配置布置在整個小主機的四周，超級大滿貫接口疊加萬兆網口，遠遠超越了 Mac mini。作為推出了2款裝置 Strix Halo CPU 高端迷你主機的國內唯一廠商 ，FEVM 迭代升級的速度算快的吧？朋友們喜歡升級後的 FEVM Max Plus 395小主機的外形嗎？我們先說一下結論，這是迄今為止性能最強的 Max Plus 395小主機，也是迄今為止性能最強的迷你主機。FEVM FAEX1 裝置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16個任務大核32線程標壓移動 CPU， 內置40CU 的 AMD Radeon 8060S 核顯，板載 64G 或者 128G LPDDR5X 內存8000兆赫茲，3 PCIe 4.0x4 的 NVMe SSD， 4屏高刷顯示輸出， 10G 和 2.5G 雙網卡加 WiFi 7，側置 Auxlink 接口。打開來看一下，一個小巧的單槽氮化鎵電源，20伏 12.25 安，一共245瓦功率。小主機使用了 CNC 和陽極氧化工藝打造的鋁合金機身，頂蓋上布滿了模仿自 Mac Pro 的經典圓形散熱孔，廠商英文 logo。機身接口前面板比較簡潔，左上角有 AMD AI 的字樣，陣列降噪雙機身麥克風。左側面板全功能 USB 4接口、Auxlink 接口、耳麥接口。右側面板 SD 卡插槽、電源開關鍵。後面板20伏電源接口，全功能 USB 4接口、HDMI 2.1 接口、DP 2.1 接口，雙 USB 3.2 進 2A 口， 2.5G 網絡接口， 10G 網絡接口，一共2個板載網口。雙側、後部、頂部都有通風口。取下底蓋上的6顆螺絲，把主板從機身上取出。我們來看看內部都有哪些接口。頂蓋內側有防塵網，這個 Auxlink 接口是從一個板載的 NVMe 接口轉接的，3個 M.2 可用的少了一個。散熱是相變導熱到大面積 VC 均熱板，再疊加雙渦輪風扇。64G 內存是板載的，揭開底蓋，露出另一側的接口。兩組2280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這是 MT7925 WiFi 7無線網卡。BIOS 裡首頁可以看到 64G 內存8000 MT 每秒。這裡可以修改性能釋放，有節能模式100瓦、性能模式120瓦、極致模式160瓦3種選擇。我們選擇了最強的極致模式來測試。這裡可以設置來電置啟。這裡可以修改顯存大小，最大 48G，
是我們64世紀內存的3/4。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64 跑 FPU 单烤的壓力測試 ，CPU 直接跑在160瓦，20秒後開始下滑降到150瓦左右，整機功耗跑到224瓦左右 ，CPU 頻率穩定在4GHz。此時 CPU 最高溫度達到了104度，持續20分鐘後 ，CPU 下滑跑在128瓦，整機功耗跑在193瓦左右 ，CPU 頻率穩定在3.9GHz。此時 CPU 溫度維持在85度。我們單烤了1小時02分鐘，室溫20度的情況下 ，SSD 最高溫度43度。我们用 FEVM FA-EX1 迷你主机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来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5分55秒，共計355秒。355秒是我們測試過的所有迷你主機的最好成績。齊平了 ROG Mobile 9 mini 的 9955HX3D。CPU Z 多線程 16758.4， 單線程 810.6， 多線程是目前所有迷你主機中的第一名，超過了 9955HX3D 和 275HX。Geekbench 5多核25132，单核2247，多核成績排名所有迷你主機第一名。Geekbench 6多核20260，单核2941，多核成績排名所有迷你主機第一名。Cinebench 223多核41042，单核2046，多核成績排名所有迷你主機第一名，超過了 ROG Mobile 9 mini 的 9955HX3D。Cinebench 2024多核2038，单核116。多核成績位于所有迷你主机的第3名，稍低於2台 ROG 小主機。Cinebench 2026多核8423，單核631，這是今年的新版啊！我們目前只有幾台測試數據供大家參考。Passmark 多線程64929，單線程4329，多線程成績位於所有迷你主機的第2名，僅次於 9955HX3D。綜合上面的比較 ，FEVM FA-EX1 的 AI Max Plus 395，大多數時候多核成績排在所有迷你主機第1名的位置。然後看娛樂大師總分3610225， CPU 得分2078763。我們給 Ryzen AI Max Plus 395運行 OpenDouble 測試 ，AES 93945。XX20 248,468 ，CoreMark 1214588，在 CoreMark 成績上超過了其他所有迷你主機，排名第一，121萬分，都來到這兒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甜甜圈單烤核顯 8060S 跑出了150瓦左右的功耗，跑了 3D Mark 測試。TimeSpy 12011， Firestreak 31927， SteelNomad Lite 86.83 FPS， 穩定度測試以 99.4% 通過。列表看一下，超過了 RTX 4060M， 稍低於 RTX 4070M。相比我們最常用的 8845HS 的 780M 核顯，接近4倍。接着來玩遊戲。地平線5 4K 超高畫質，2倍抗鋸齒，普通場景80幀出頭，複雜場景60多幀。地平線4 4K 超高畫質，全程沒有低於110幀。
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畫質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帧88帧 2K 超高畫質，平均帧82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畫質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帧139帧 2K 最高畫質，平均帧93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光追畫質 FSR 3.0 不開真生成。平均帧92帧，打開真生成，平均帧166帧 2K 低光追畫質 FSR 3.0 不開真生成，平均帧69帧，打開真生成，平均帧119帧。最後我們來測試黑神話悟空 1080p 超采50 FSR 3.0 開啟真生成，畫質選超高模式，測試結果是平均幀100幀。把超采開到85，測試結果是平均幀75幀。實戰一下。莫非就是大王說的那個天命人？這就是 8060S 核顯帶給我們的遊戲體驗。遊戲測試完以後，看一下我們最關心的溫度傳感器數據。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最高溫度 77.5 度 ，SSD 最高溫度45度。接着我們來跑常規的 Llama 3.1 8B 大語言模型測試，還是貪吃吃編程 40.51 Token 每秒。放在圖表裡看一下，和我們測試過的 NVIDIA 獨顯 RTX 4060M、4070M 是差不多的。接着測試的是千文山 32P， 注意顯存占用已經達到了20GB， 一般的獨顯已經超過顯存了。最後結果是 10.32 Token 每秒。我們打開 LM Studio 局域網共享服務，跑大語言模型的翻譯服務，加載千文山 30B A3B 2507 Q4 MLE 模型。
86 token 每秒，超過了其他 Max Plus 395和 4060M。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 ，USB 4和 DB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B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超频後这台小主机可以輸出 4K 160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連接索尼 OLED 電視 HDMI 接口能夠輸出 4K 120Hz 10位 YCbCr 44的顯示信號。8060S 核顯的視頻解碼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幀 AV 視頻。YouTuber 8K 60幀 AV 視頻流暢播放。原廠預裝的三星990 EVL Plus 2T 硬盤測試7100兆比每秒，這是 M.2 PCIe 4.0 插式的最好的速度。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盒3100兆比每秒，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我們還測試了小主機的 WiFi 網卡，這次是 MT7925 WiFi 7無線網卡，跑到了84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無線性能了。AQC113 萬兆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Aperture 3測試了濾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了接近 9.41G， 跑滿了帶寬。這塊萬兆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FEVM FAEX1 它裝置了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釋放是160瓦到128瓦。功耗表現我們列表給大家看，最高231瓦，待機功耗只有 9.8 瓦，245瓦的氮化鎵小電源能夠搞定。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29度， SSD 待機溫度31度。生產力測試 CPU 100%的時候，機身噪音63分貝，放到耳邊位置52分貝。FEVM FAEX1 它裝置了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出廠最高160瓦到128瓦的功耗釋放，性能排在我們所有測試過的迷你主機的第一名。它還擁有目前為止最強核顯 8060S， 圖形性能是其他最強核顯迷你主機的3倍，核顯性能超過了 NVIDIA RTX 4060M， 64G 或者 128G 的大板載內存， 210G 的帶寬，可以運行本地部署的大語言模型。以我自己的需求，它已經能很好的滿足我了。這台小主機還配置了 OCLink 轉接功能和升級了10G 萬兆網口，成就了完美的接口。更重要的是，它只有1升的體積，就完成了上面所有的功能和接口。這是目前性能最強悍的超級迷你主機。以前我們一直說 Max Plus 395的小主機太貴了，但目前內存漲到天上去了，64G 內存就要收您5000元。這台小主機還有一顆和 9955HX 幾乎一樣性能的 CPU， 帶有 RTX 4060獨顯的 GPU 性能，顯存最大能 48G 或者 96G。 這樣一算賬，反而讓這台小主機顯得有點性價比了。總結一下， FEVM FAEX1 裝置 Ryzen AI Max Plus 395， 出廠 CPU 最高160瓦到120瓦的性能釋放， 8060S 核顯最高150瓦的性能釋放。這就是目前最強的 X86 核顯迷你主機，超大超快內存，非常出色的支持開源大語言模型，散熱靜音穩定，萬兆網口和 OCLink 接口兼容性超級完美，全新的設計，精緻的做工，超級迷你的1升體積，性能強勢登頂。對於需要 128G 大內存跑 AI， 需要 64G 內存打遊戲和剪輯視頻的朋友，我對這台迷你主機給出了強烈推薦的評價。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